大启民风，举国女子皆以纤瘦为美。体态丰腴之人，反倒被视为浪荡，遭人唾弃。而我天生肌肤如玉，体态丰盈，嫡妹怕我这副身子勾引了她的心上人谢凌风，便逼我嫁给了那个身受重伤、不能人道的那颗首府萧墨之。可谁知，相爷命不久矣是假的，不能人道是假的，只有夜夜笙歌是真的。爹，我不嫁。那个萧首府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现在嫁过去就是陪葬。你们真的忍心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婉儿别胡说，萧大人是去北境替朝廷谈盟约的，好不容易成了，回来路上遭了埋伏才受的重伤。皇上感念他功在社稷，才赐婚沈家，这是皇恩浩荡，咱们不能抗旨。看立他的功，凭什么要我去守活寡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死都不嫁这个残废。够了，圣旨已下，由不得你任性胡闹，不嫁也得嫁。爹，女儿早已心有所属，我早已是谢哥哥的人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可知谢林峰是我给你姐姐选的未婚夫？怎么会？与我定下婚约，许诺此生不负我的谢凌风，竟和我的嫡妹走到了一起。我守了数年的婚约，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背叛与笑话。那又如何？反正我和谢哥哥已经私定终身了，我这辈子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畜生，你这是要害死沈家呀！皇上赐婚，你弄出这种事，要是传出去，咱们全家都得砍头。那你们逼我嫁过去，我也是死，横竖都是死，我宁愿死在谢哥哥怀里。娘，您快帮帮女儿！你也知道谢哥哥有多优秀，爹爹门下这么多门生，唯有他最有状元之才，只是线下官职低微罢了，再过几年必定平步青云。老爷，婉儿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。那相爷权倾朝野是不假，可现在他身受重伤，命不久矣。婉儿嫁过去，怕是早早守寡，还不如嫁给谢凌风。虽是寒门出身，可年纪轻轻就是六品儒林郎，前途无量啊！你以为我没想过吗？现在是圣旨已下，点名要咱们沈家嫡女嫁入相府，若是没人复婚，便是公然抗旨，这个罪沈家担得了吗？爹娘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哼，让他替我嫁。爹，万万不可！我身份低微，并非沈家嫡女，我若是贸然替嫁，一经查实，便是欺君罔上，不仅救不了沈家，反而会连累满门。到了这时候，你还在拿这些废话搪塞推脱？哼，说到底，你就是舍不得你那点龌龊心思，不愿替沈家付出。沈南旭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清楚？生得一副狐媚样子，却日日勒紧衣衫，欲盖弥彰，不就是故意勒出来勾引我谢哥哥吗？我步步隐忍，刻意遮掩身段，安分守己，却没想到在他眼里全是蓄意勾引。这莫须有的罪名，竟成了他执意要逼我替嫁送死的理由。别再装出这副可怜模样，你那点龌龊心思我一清二楚。要么乖乖嫁去相府为相爷冲洗陪葬，要么我立刻把你送到专门服侍老太监的暗楼。婉儿，这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到时候对外统一说辞，就说她是我一胎同生的姐姐，只是自幼体弱多病，寄养在别院静养，如今身子痊愈，方才接回府中，由她预约嫁入相府便是。原来他从一开始就铁了心要将我替嫁送死，我留在沈家，别说安稳度日，迟早连性命都保不住。左右都是绝境，与其留在这里任人宰割，不如孤注一掷赌一把。替诈虽是火坑，却也是我唯一能挣脱沈家，为自己搏一线生机的出路。我可以替嫁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
你一卑贱庶出，还敢谈条件？妹妹若是不答应，我现在就撞死在这柱子上。到时候萧家来要人，妹妹还是得自己跳这个火坑。老爷，事已至此，别无退路，眼下只能让南旭顶上，只要不被发现，还能有一线生机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尽数归还我生母所有遗物，分毫不得私吞。第二，我替的是沈家嫡女婚约，便要以沈家嫡女规格出嫁，往后我就是沈家嫡女，想嫡女一应礼遇。你痴心妄想，不过是替我挡灾的棋子，也敢奢求嫡女婚嫁规格？妹妹莫不是忘了，现在只有我才能替你嫁过去，否则这欺君之罪，沈家满门担得起吗？你好，我答应你。爹，闭嘴！要不是你行事荒唐，用得着走到这一步？沈南旭，你记住了，今日竟敢如此羞辱我，我倒要看看你嫁去相府中能得意几时！早晚我会让你受尽苦楚，悔不当初。老爷、夫人，萧相府方才派人前来传话，相爷醒过来了。醒了又如何？不过是将死之人的回光返照罢了。姐姐，你也听到了，这刚换好人，相爷就醒过来了。说不定是你们八字相合，老天爷都替你安排好了，你就安心准备出嫁吧，别辜负了这份天意。既然相爷苏醒，便是喜事。事不宜迟，即刻登门相府。听闻相爷死里逃生，我夫妇二人特地携小女登门道贺。劳烦沈大人专程跑一趟，有心了。说来也是侥幸，我儿此番大难不死，已是万幸。如今人已苏醒，不必再靠婚事冲迷续命，先前定下的婚约便就此作罢了。这些日子委屈你了，萧夫人言重了。为相爷祈福本就是晚辈分内之事，何来委屈到说？只是晚辈斗胆直言，这婚事万万不能停，反倒要尽快筹办才行。为何？萧夫人，您看，这位是我的姐姐沈南旭，她从小体弱，养在外面，如今身子好了，才接回府中。说来也巧，刚定下相爷与姐姐的亲事，相爷便转危为安。想来是他八字硬朗，自带福气。若是让姐姐正式嫁入府中，定能护着相爷彻底养好身子，往后一路平安，前程锦绣啊！这……夫人，相爷他……这里没有外人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相爷他虽侥幸捡回性命，可此番伤势伤及根底，恐怕日后……日后什么？难道还落下什么顽疾不成？恐怕日后不能行房事。这样也好，省了不少麻烦。那些冲着相府来的，怕是没人再愿意把女儿嫁过来了。夫人，当心身子，相爷如今还需要您。我儿他不能人道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正好他不是喜欢勾引人吗？让他去勾引那个废人好了，一辈子独守空房，活活熬死在相府。孩子，我知道嫁入府中便是一生桎梏，我也不强求你。你可愿意嫁给阿芷？你若愿意，我发誓此生定待你如亲女，绝不亏待半分。你就当是来府中陪我终老的，可好？这萧夫人像极了我离世的娘亲，若是我娘还在，大抵也会这般为了我处处退让。况且我现在在沈家也是无依无靠，留在相府，或许我还能有一处安稳容身之所。萧夫人，我愿嫁相爷为妻，往后余生侍奉您终老，绝不悔愿。我身负重伤，不能人道，早已是废人一个，竟还有姑娘甘愿嫁我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这是我的陪嫁，
跟了我30年，今日给你就当是见面礼。往后谁要是敢欺辱你半分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萧夫人，这太贵重了，晚辈受之有愧。乖乖收着，我看得出来你心性纯良，值得这份礼物。府中事出仓促，只得委屈你3日后完婚，但我保证，该有的3书6礼、10礼品礼、嫡媳规制，一样都不会少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不过是个身份卑贱的冲喜棋子罢了，装了几分可怜，萧夫人竟这般眼下，对她百般偏爱。你这次御府的事，我让人查了，对方手脚很干净，现场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，能提前在我回城路上设伏，说明有人不希望我活着把盟约带回来。顺着这个方向去查，说不准有点线索。有道理，我让人按这个方向去查。不过你这一倒，内阁里倒是勾出了不少蛀虫，有人已经想趁你重伤，把手伸进官员选举里。不急，让他们伸得越长，剁起来越干净。说起来，倒是有件新鲜趣事，听说你母亲给你娶了个小媳妇儿。你堂堂首辅，素来不近女色，当年父皇要给你赐婚，你可是推三阻四，说什么大业未成，何以为家？如今倒是悄无声息，成了有妇之夫，感觉怎么样？世人皆以为我清冷无欲，不过是未曾遇到合心意的罢了。那些单薄纤瘦的女子，看着便寡淡无趣，还不如丰润匀称的合我心意。那不过是母亲的意思，我本无意。母亲的意思？那你倒是拒啊！你萧墨枳什么时候成了乖乖听话的小绵羊了？殿下若是闲的话，不如去批几本折子。臣伤病未愈，可没有什么乐子可看。行，你厉害，我说不过你。我只是好奇，是哪家的姑娘，能让你萧墨枳破例应允婚事？我愿嫁相爷为妻，往后余生侍奉您终老，绝不悔愿。行了，不打扰你养伤了。对了，听说你那伤不能人道，那你的小媳妇儿岂不是要守活寡？殿下若是再多说一句，臣不介意让你也尝尝不能人道的滋味。算了，我这般状况何必耽误人家？成婚后便同他说清楚，若他心生畏惧，我便放他自由；若他愿意留下，我便与他相敬如宾。日后他若遇上心悦之人，我便为他添上一份嫁妆，送他出嫁。阿旭，你知不知道萧墨枳活不了几天了？你为什么还要执意嫁过去？我的事，不劳谢公子费心。阿旭，我知晓你心里有气，是沈婉容借家族势力逼我就范，我实属无奈，才被迫与他绑定婚约。可我心里真正念着的人，从来都是你。阿旭，等我站稳脚跟，我就会购置一处宅院，将你安置。况且萧墨枳不能人道，你嫁过去，岂不是可惜了你这身子？跟着我，至少能得我真心疼爱。听谢公子这番话，是想让我做你的外室？若非婉容手握沈家权势，我绝不会委屈你藏于暗处。等我权位稳固，日后定会给你名分。谢公子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让我放着明媒正娶的相府正妻不做，去做你不见天日的外室。谢凌风，你贪图沈家权势前程，舍不得沈婉容的家世助力，又想霸占我，贪我温存，这般两全其美的好事，凭什么落到你头上？沈南旭，你以为嫁入萧相府就能彻底摆脱我？
萧墨之本就是垂死废物，等他一死，你孤立无援，到头来还不是成为我的人？整整128台品礼，这规格比公主出嫁都要隆重吧？神府这大小姐真是好福气啊！本来只是冲喜婚约，没想到相爷痊愈回暖，妥妥的天定良缘啊！落将。穿的再好又怎样？嫁的不过是个残疾废人。等我嫁给谢哥哥，风风光光做官夫人，到时候满城的人看着，谁不羡慕我命好？这是你母亲遗留的所有物件，今日全数还你，从此两清。沈南旭，今日我成全你嫡女闺阁出嫁，但你最好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去了相府，好好守着你的废人相爷，别惦记不该惦记的人，否则我能让你风光出嫁，也能让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妹妹大可放心，谢公子这般人，我早已看不上。今日我便真心祝福二位早日修成正果，也请妹妹管好自己，莫要来自寻麻烦。姐姐还是快上轿吧，莫误了时辰。起轿！总算把这个祸害送走了，往后谢哥哥眼里只会有我一人了。谢哥哥，他竟然是来看那个剑术出嫁的。婉容，最近风大，回府吧。沈南旭，你个贱人，都嫁人了，竟还要勾引我谢哥哥！少夫人，老奴多嘴一句，夫妻温存不是只能用那里，别处也一样。您留个心眼儿，说不定也能留住相爷的心。这个您收好，慢慢看。男女之间竟还有这般相处方式。沈小姐，我没想偷看。我在说什么？沈小姐，我是想说我身子不便，未能亲自迎你，想在这里向你赔个不是。相爷言重了，妾身不敢当。那些婚俗礼禄也就免了吧。你自在便好，不必拘束。我本无意娶妻，让你嫁进来，是委屈你了。你若是不愿意，等过了这阵子，我可以给你一份和离书，再给你置办些产业，保你后半生无忧。放你离开。相爷好意，妾身心领了。妾身是真心愿意留下来。原以为她也是迫于压力才应允婚事，竟甘愿留下，倒是个心性坚韧的姑娘。那好，往后就请沈小姐多多担待。日后你若是改了心意，遇上了心悦之人，我这份承诺始终作数。房中竟只有一张西床，我与相爷终究只是名义夫妻，也不好同榻而眠。可眼下也没有别处休息地方。你睡床上便好，我去打个地铺即可。万万不可！相爷伤势未愈，地上寒凉，
哪能将就？还是我去打地铺吧。无妨，我撑得住。相爷，不可！相爷，别动，你头发缠住了。好了，多谢相爷。屋内闷热，我先去洗漱。世间贵女都是单薄纤瘦的模样，瞧着她身形看着也算清瘦，没想到竟如此风润匀称。这丫头胆子倒不小，藏着这东西，莫非是心中也有些许期许？日后她若是有需求，我身为她的夫君，未尝不是不可以学着满足她。沈南玉，你冷静一点。她是威名在外的内阁首辅，而你只是冲喜的女子，别心生杂念，乱了分寸。那脉搏好像不对。阿旭，你生来命苦，无人庇佑。娘亲教你认草药，辨脉象，不求你行医救人，只求你日后身在泥潭，能自保安生，不受人拿捏。你要记住，医者行医，首重望闻问切。单纯外伤重病，脉象只会虚浮无根，细细分辨，便能看出判断对方伤势。娘亲，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，不辜负你教我的本事。母亲说，重病之人脉象虚浮无根，可相爷明明看着体虚孱弱，脉象却沉实有力。难道他并非受伤，而是中了毒，所以才会身体孱弱，脉象却沉实有力？那我若能治好相爷，我是不是可以让相爷成为我的靠山，摆脱任人宰割的局面了？在沈府，人们常说，女人生的这样是浪荡不堪，就连母亲都要我遮得严严实实，想必在相府也是如此吧。相爷，你不是睡了吗？我也可以迟些等你一起。萧墨之，你说什么胡话呀？这下他肯定以为我是什么轻薄之徒了。他是不是看到了？他肯定觉得我是个浪荡胚子了。床榻尚且宽敞，委屈你暂时和我睡床榻，明日我再让人收拾偏房，可好？那我失礼了。和一个男人同床共枕，怎么连半点防备之心都没有？这一动怕是会吵醒他吧。算了，不去想就好了。我把被子全抢了。
夫人，早啊！完了完了，怎么全都被他看见了？他怎么会笑得这般好看？夫人，枕头也分我一半可好？怎么这么可爱？少夫人，夫人在正厅等你。来了。拜见夫人。快起来，不必多礼。怎么这么瘦？虽然我早些让人打听了你在沈家处境窘迫，可今日才发现你竟过得这般艰难。劳夫人挂心，都过去了。这孩子在沈家吃尽了苦头，进了萧府，我要好好补偿他。正好今日当着全府下人的面给他撑腰，往后没人敢随意欺负他。今儿个我给你们立个规矩，沈南虚是我萧家明媒正娶的少夫人，谁若是听信外界什么冲喜谣言，怠慢少夫人，休怪我按萧家规矩严惩不贷。是，谨遵夫人训示。自从母亲离世，再没人这样护过我。这是相府的令牌玉佩，往后你出门在外，若有人敢轻看为难你，你便拿出这枚玉佩，该反击就反击。天塌下来，有萧家给你撑腰。夫人，这万万不可，此物太过贵重。拿着，你是我萧家的人，出门在外就该堂堂正正，不必惧怕任何人。原以为嫁进来也只是换一处牢笼，看人脸色过日子，没想到夫人竟这般真心护我疼我，多谢夫人。傻孩子，哭什么？进了萧家，你便是我的孩子，往后你随阿芷叫我母亲可好？母亲，我的孩儿，阿芷她昨夜怎么样？身子可还安稳？相爷睡得很安稳。那就好。你刚进门，有什么缺的，尽管跟娘说。母亲，我想求您一件事。你说。我母亲曾经教过我一些药理，相爷的伤，我想试试能不能帮忙调理，不知府上有没有药房？是我多嘴了。孩子，你有这份心，娘高兴还来不及。府上有药房，也有医书，你尽管去看，需要什么药材跟管事说。多谢母亲。对了，我给你安排了个丫鬟，叫夏竹，人机灵，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她。夏竹，进来。奴婢夏竹给少夫人请安。起来吧。茯苓、白术、党参都是补气养血的常用药，可光靠这些治不了他的伤。这是血骨散，专治筋骨损伤，气血不通，和母亲的方子好像。少夫人，您找到方子了？找到了，这个方子对症，只要药材齐了，相爷的伤有希望。那太好了，需要什么药材？奴婢去跟管事说。不急，我先写个单子，你帮我去药房抓药。有些药材可能不够，得让人去采买。拿去给管事，尽快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娘说的对，技多不压身。当年他逼我背医书的时候，我还嫌苦。如今倒好，这身本事成了我唯一的底气。小姐，萧相府那边来消息了。说，萧相府的下人传话，说沈夫人在药房翻了一上午医书，找到个什么方子，说是能治相爷的伤，已经让人去抓药了。他倒是上心，
想治好萧墨枳，在萧相府站稳脚跟。小姐，那咱们……他想治，那就让他治。不过药里加点什么，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。小姐的意思是，他想救萧墨枳，我偏要让他亲手送萧墨枳上路。等他开的药把人治死了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到时候萧家能饶了他？他死了，谢哥哥就再也不会惦记他了。小姐，这要是被查出来……查什么查？药是他开的，方子是他的，抓药也是他的人，从头到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出了事儿，那是他的药有问题，是他害死了相爷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听懂了吗？沈南旭，你想救他，我偏要让你亲手杀了他。少夫人，您都守了大半个时辰了，歇歇吧，奴婢看着就行。不行，这要事关相爷性命，我得亲自盯着。少夫人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，说是有事商量。这药快好了，夫人那边急，您先去，药让夏竹看着就行。夏竹，你盯着，火候不能大不能小，3碗水煎成1碗，记住了。少夫人放心，奴婢晓得。夏竹姐姐，厨房新做的点心，管事让我给你们送点尝尝。放着吧，我没空吃。姐姐，这是桂花糕，凉了就不好吃了，您先尝尝，要我看着。可是少夫人交代，就一会儿，您吃块糕的功夫，出不了事儿。姐姐，我先去送别的了。去吧。母亲没有找我啊？那刚才嬷嬷说，刚才有人来过吗？厨房的丫鬟来送过点心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应该没事吧？端上，去相爷房间。成了，现在就等着好消息了。孩子，辛苦你了。阿芷身子虚，手没力气，端不稳碗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手也抖。南旭，辛苦你帮阿芷喂一下药吧。娘，不用麻烦。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你先把药喝了再说。瞧瞧，多般配呀！可不是，阿芷这臭小子嘴上说不麻烦，你看看他不也乖乖喝了？阿芷，相爷，阿芷，快叫太医！不对，要是我亲手熬的，方子没问题，怎么会这样？夏竹，刚才那个送点心的丫鬟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他说厨房的有人动了手脚，可为什么？到底是谁要害相爷？沈南旭，阿芷他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！母亲，药没有问题，是有人趁我不在。够了，来人，把他关到柴房去，等阿芷醒了再处置。母亲，我真的没有。
带走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奴婢只是路过。路过，深更半夜路过柴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明明是被关起来了。你以为那碗药真的端到相爷面前了？不对，颜色虽然正常，但气味不对，有一丝淡淡的酸苦，不是这方子该有的味道。下主，去，悄悄跟着那个丫鬟，看她去哪儿，见谁，然后去找母亲，告诉她有人可能在药里动了手脚，让母亲的人重新按方子熬一碗，亲自盯着。想害相爷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。说，谁让你来的？家里人的命还在小姐手里捏着，我不能说。没人指使我，是我自己。相爷从前罚过我，我怀恨在心，就想报复他。你一个厨房的丫鬟，哪来的毒药？我攒了好久的银子，从外面买的。好一个刁奴！来人，给我拉下去，重打30大板，再送去官府。30大板，送去官府，横竖都是死。夫人，没气了。沈是沈家的人，难道是沈婉容？可他怎么敢对相爷下手？把人拖下去，收拾干净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孩子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激情，阿芷她……母亲言重了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差点让人得逞。罢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也累了，回去歇着吧。母亲也早点休息。相爷，对不住了。不过您放心，那药是我精心配的，虽然猛了些，但能把您体内的毒血逼出来。后面好好调养，说不准就能好了。折腾了一天，浑身都馊了，再去净室跑一趟，腿都要断了。反正你也昏迷着，看不见。总算能喘口气了。那个丫鬟是沈家的人，可沈婉容她为什么要对相爷下手？若只是因为谢凌风，我如今已经嫁出来了，也不会爱着他了，何必冒这么大风险？除非背后还有谢凌风的手脚，相爷死了，我就是冲洗不成的克夫命。到时候我要是想要活命，只能去找他。谢凌风，你真是好算计啊！看来我必须回沈府一趟。谁？这大半夜的，不会是贼人吧？完了，相爷还昏迷着。好美。相爷，你不是昏迷吗？刚醒。你流鼻血了。相爷，抱歉，我
有些使不起力。什么东西？好硬！相爷，我没有想下过害你，我只是想帮你逼出毒血，然后抓到背后的人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杀我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带着匕首，不就是来杀我的吗？你以为你刚刚碰到的是什么？我不是故意梦到刀柄的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杀我？我从来没有疑心你，那个也不是刀柄，那个是……反正我没有想杀你。可他实实在在割到我了。抱歉，我挪一下，你能不能先把眼睛闭上？把衣服拢好，带着个别动，我去叫人送医。他逃得这般急切，原来是看见我的身子过于浪荡，让他心生厌弃，才一刻都不想多待。萧墨之，你胡思乱想些什么？况且他那般惊恐夺舍，怕是当我是举止轻浮、行事浪荡之人，想来心里定然是厌恶我了，不能再这般失了分寸，惹他厌恶。明日便搬去书房避险，与他保持距离，免得越发厌烦我。相爷这是做什么？早前便说好要分开居所，我搬去书房，你也方便许多。相爷这般急着搬走，是厌弃我到连住在同一个院子都难以忍受了。不是说好是收拾偏房的吗？近来朝堂冗事繁杂，搬去书房，行事方便。明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为何还是内心酸涩？那相爷先把药喝完再收拾吧，哪怕他有意疏远，我亲手熬药照料他身子，或许总能缓和几分隔阂。往后这些琐事交给下人便可，不必你亲自跑来送。我亲手做也是一样的。不一样。以后药材让夏竹送来就够。他这般处处划清界限，果然是那晚竟试一试，让他心生嫌弃。我一而再主动凑上前，不过是自取其辱。也罢，是我太过痴心妄想，总想着依附他人，盼着他护我周全。与其将命运系在别人身上，不如我为自己谋出一条后路。日后不管境遇如何，至少我都不必再看他人脸色。少夫人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。母亲，南希，你嫁过来也有些日子了，按规矩成婚3日本就该回门。之前阿芷身子不安稳，便耽搁了。如今诸事稍定，我想着也该让你回门看看，你觉得如何？回门倒是个好由头。那日下毒的事，我还未曾当面与沈婉明算清楚。多谢母亲体恤，而且确实想回沈府一趟。正好阿芷的身子也好了不少，让她陪你走一趟。他如今避我如蛇蝎，我又何必再去为难他？不用了，母亲，相爷近日事务繁忙，我自己去就好。这个臭小子，好不容易娶个媳妇，整日冷着个脸，跟谁欠他似的。那你自己路上当心，要是受了委屈，让下人传话给娘，娘给你撑腰。多谢母亲体恤。那臭小子跟他爹一样，权谋算计的本事学了一身，哄媳妇儿倒是一点没学会。去，给臭小子说，他媳妇儿要是回沈府受委屈了，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告诉相爷。
相爷，或许是凑巧出门办事罢了。他刻意躲着我，又怎么会特意在此等我？若是相爷有事要外出，男性便不多叨扰，先行去神府了。我是专程在这儿等你的。方才母亲派人来书房叮嘱，放心不下你孤身前往神府，勒令我陪你走这一趟。再者，我也着实有些放心不下你的安危。原来是母亲的意思，劳相爷受累了。若是相爷本不情愿，其实不必勉强迁就，我一人足以应对。我何时说过我不情愿了？他这般推脱，原来是不愿与我一路同行。如今看来，他早已弃地处与我相处。上车吧，我在外面坐着。相爷，太子急召，你留下全程随行，贴身护好少夫人，寸步不离。但凡有任何异动，即刻传信于我。属下遵命。抱歉，我临时有紧急要务，没法陪你进去了。你万事小心，等我处理完宫中事，立马赶回神府接你。无妨，正事要紧，相爷只管去忙。算算日子，那药也该起效了。萧墨纸那个废人，本就只剩半口气，这一剂下去，怕是连今晚都撑不过去。看来过不了多久，我的一桩心病也算彻底了结。小姐，不好了，沈夫人来了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药明明下在了他亲手熬的汤药里，他怎么可能安然无恙的来神府？不行，他不能见我。是，你现在出去，就说我身体抱恙，卧病在床，今日不便见客，让他立刻回去。妹妹刻意避而不见，是心虚不敢见我，还是笃定我今日必死无疑？南旭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不过是近日身子不适，打算静养休息，何来心虚一说？许久未见，你今日怎么突然登门过来了？我今日前来，可是专程来和妹妹算一算旧账。什么旧账？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你们都守在外头，没我的吩咐，谁也不准进来。怎么，妹妹舍不得他们离开？既然妹妹不介意，那我便把下药。都滚出去候着！是。妹妹不是听不懂吗？怎么反应这么大？我只是不想府里的事情被下人四处传出去，你少胡乱揣测。这枚香囊是在给相爷下药的丫鬟身上掉下来的，上面绣着沈字。不过是一枚普通香囊，单凭这个根本证明不了什么。你凭什么栽赃我？是不是栽赃，你心知肚明。沈婉容给相爷下毒的人就是你吧？什么？给你下药的人居然是你夫人的亲妹妹沈婉容？原先我还以为是当初北境伏击你的那帮人所为，本打算顺着毒药追查线索，没想到源头竟是沈家内宅女子。你又是如何精准查到她头上的？我派出的暗卫意外发现沈婉容的贴身丫鬟出现在相府后门，并且与府里给我下药的丫鬟来往密切。他顺着两人往来的踪迹追查，才锁定幕后主使就是沈婉容。原来如此，这样一来，之前北境伏击你的线索怕是又断了。未必，这个是从那名下毒丫鬟身上搜出的残余药粉，此物是北狄专属秘制毒药，中原境内无法炼制流通。你的意思是，京城内有人暗中勾结北狄？当初我返程的路线只有陛下与少数心腹知晓，半路却提前遭遇伏击，这说明宫内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，他们应该知晓沈婉容的性情，所以才将北狄毒药送到他手中，借他的手除掉我，同时隐藏真正的幕后之人。只要查到是沈婉容手中的药从何而来，便能顺藤摸瓜，揪出背后之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打算怎么处置沈婉容？她蓄意谋害朝廷重臣，按律可以直接拿下，追责沈家满门。不过你的夫人身为沈家嫡女，恐难逃牵连。倘若她顾忌姐妹情分，
刻意隐瞒下毒之事，足以说明他与沈家立场一致，我会尽数清算。若是他秉公处理，我可以放过他，以他的心性，肯定不会包庇恶人。我与他或许不会走到那一步。沈婉容，你可知谋害当朝首辅是什么罪名？你是想凭着一己私怨害死沈家满门吗？那又如何？萧墨之本就久病缠身，命不久矣，不过是个废人，少拿官府罪责压我，我根本不怕。况且要不是你刻意勾引谢哥哥，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蠢货！沈婉容，在你眼里难道就只有儿女情长？为了一己私欲不择手段，你不怕死？可沈家满门上下几百条人命，经不起你这样胡闹连累。我不管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好，既然你这般不怕死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父亲与相爷，把下毒一事全部摊开，是杀是剐，全凭他们做主。我不去，你放开我！我不去！既然你非要逼我，那我就毁了这证据。没了荷包，我看你还怎么定我的罪。你以为毁了荷包，我就没有其他证据了？你可知，替你行事的丫鬟早已被我拿下，人证物证俱全。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即刻有人会将人证上交官府，届时全京城都会知晓你沈婉容心肠歹毒，为痴念肆意害人，而你苦心在谢凌风面前经营多年的温婉人设彻底崩塌，此生与他再无半分可能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告诉谢哥哥，你放过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这一步走出去，便没有回头路了。今日若是轻易放过他，以他偏执的性情，日后只会更加肆无忌惮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方才说鱼死网破的底气去哪儿了？我不敢了，姐姐，我真的不敢了，求你高抬贵手，不要把这件事捅出去，我不能被扣上谋害命官的罪名。他性子偏执冲动，口头警告对他毫无用处。既然他能用银钱买通下人，收买毒药，那便断了他的财源。没有钱，他就没人可用了，也就翻不出什么风浪了。我可以瞒着父亲，把这件事彻底压下来。我要你把城西那间绸缎铺过户到我名下。你休想！那是我盈利最好的铺面，我绝不可能给你。选择权在你，要么把店铺交给我，往后安分守己，我闭口不提下毒之事；要么我拿着证据面见父亲。以父亲的性子，绝不会容你肆意闯祸，连累家族。届时你会被终生囚禁家庙，一辈子再无机会靠近谢凌风。一旦交出铺面，我就再也没有钱财暗中打压沈南旭了。可我若是不答应，下毒之事败露，父亲绝不会轻饶我，我定会被送去家庙做尼姑，这辈子就再无和谢哥哥相守的机会了。行，我绝不能失去谢哥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下断掉了他最主要的财源，没了这笔收入，他再没有财力去收买人手，并且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短时间内他定然不敢再肆意作祟。今日之事，我既往不咎，但我奉劝妹妹一句，别再被旁人蛊惑利用。你心心念念攀附的人，未必真心待你，到头来不过是沦为别人的棋子，得不偿失。不过是抢走我一间铺面罢了，也敢在我面前装模作样说教。沈南希，你别太得意，就算你抢走我的店铺又如何？这铺面我迟早亲手毁掉，让你一无所有。沈大小姐，今日回沈府怎的来去匆匆？可是在沈府之内受了委屈？不劳谢大人挂心，府上行好，只是道不同人不合，没必要多做停留。阿迅，萧墨只常年伤病缠身，连自身诸事都难以打理，让你何必死守着这废人？你若愿意依从于我，我自有办法压下婉容的心思。跟着我可远比守着一个无用的废人过得体面安稳。萧墨只伤病缠身，本就是出使外邦谈判之时遭人埋伏刺杀落下的病根，旁人凭什么随意非议他无能废弱？旁人眼界狭隘，不懂分辨也就罢了，
我心里清清楚楚，相爷身体孱弱是为国效力所致，他以一己之力谈判议和，才有如今朝野太平。我倒是想问谢大人，你如今身居高位，想盛世安稳，皆是他拼死换来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背后讲他是非？虚名再耀眼又有何用？他早已不复当年锋芒，一身伤病缠身，连自身安稳都难保全。这偌大的相府不过是一座日渐颓败的空壳。阿旭，他给不了你依靠，唯有我真心护你。谢大人，此言慎重。我夫君品行端正，行事坦荡，这般男子才是我真心心悦之人。谢大人，我劝你往后莫要再肆意抹黑相爷，也莫要再来纠缠骚扰我。若是被他知晓你今日这些龌龊言行，你辛苦半生换来的仕途前程，还保得住吗？你宁愿守着一个废人，也不肯做我的人。此生，我夫唯萧墨只一人。好得很，我百般包容，给你旁人求不来的退路，你却次次不识好歹，执意与我为敌。既然软言相劝无用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的夫人，何时轮得到谢大人随意欺凌？真当我萧墨直死了不成？相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处理完事情便过来接你。可有哪里受伤？我无事。谢大人，你当众出言辱我夫人不过替我辩驳几句，你便恼羞成怒。若非我及时赶到，谢大人岂不是还想仗势动手打我夫人？他这是刻意遮掩谢凌风纠缠于我，把整件事归为针对他的事端。他这样做是怕传出闲言碎语，污了我的清白吗？不过几句闲话，相爷何须小题大做？闲话，私下非议同僚本就不合规矩，迁怒弱女子意图动手，更是失仪越矩。你若是不肯今日当众向他赔罪，我即刻带人入宫面圣，看你寻衅滋事，品行不端，看你往后在朝堂如何立足。方才是我失言唐突，还望沈小姐。是萧某的夫人。沈夫人，方才是我失礼冒犯，在下向你赔罪。今日我夫人大度不与你计较，记住今日分寸，往后再敢因私怨迁怒于他，寻衅动粗，休怪我直接禀上朝堂，论你寻衅之罪，绝不姑息。我们回家。萧墨直，今日之辱我记下了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你跪在我面前求饶。去给上面的人说，拉拢沈南妮做眼线一事全盘落空，计划作废，重新布局。属下遵命。他今日明明可以据实问责，却刻意为我遮掩所有是非，护住我的名声。相爷，方才在外替我辩驳，护我名节，一口一个夫君说的坦荡利索，怎么现下反倒这般生疏拘谨了？相爷切莫误会，只要我一日身在相府，便会恪守本分，谨守妇道，绝不会生出半分异心。时辰不早了，回去我还要替相爷准备晚间药膳。什么叫身在萧相府一日？听你的意思，难不成你一直在掐算时日从相府离开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相爷，你攥得太用力，你也疼我了。方才你当着谢凌风说的那些话，句句都是真心话。相爷指的是哪一句？你当众言道心悦我，此话当真？我那是发自内心敬重相爷。您当年出使外邦，定盟止战，换得四海安宁，世间任何人都会敬佩心悦像您这样的人。原来仅仅只是敬佩而已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天色不早，我先上车回府了。明明同乘一辆马车出门，相爷居然不陪着少夫人待在车厢里面培养感情，这般好的独处良机都不把握，真是白白浪费。看来往后老奴得私下搜罗些情爱相处的秘籍，让相爷好好学学怎么哄少夫人上心。到府了，下车吧。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什么，许是坐车久坐，腿脚发麻，脚下不稳罢了。当真没事？小事一桩，不必放在心上。
我自行歇息片刻便好。相爷，相爷，这不合礼数，快放我下来！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我抱我的夫人下车，何来不合礼数之说？相爷这是彻底上心了，总算愿意主动亲近少夫人，看来二人好事将近。老奴就不打扰相爷照料夫人了，先行退下了。得赶紧去禀报夫人这个好消息，好好撮合二人，早日让夫人和相爷修成正果。乖乖躺着，别动，我去取外伤淤伤药膏过来。不必麻烦相爷，真的不用，我歇息就。怎么偏偏是这时候被发现了？这处伤来历本就敏感，若是等下相爷追问伤势来由，顺着经历的事细查，以他心思缜密的性子，沈婉容对他下药的事情，难免会有所察觉。不行，我还是先自行查看处理，等下随便找个说辞推脱过去，免得被他深究专问，节外生枝。不知道你伤在何处，外伤内伤的药我全都取来了，看看哪一种合用。我这就去喊夏竹进来，让他进来替你上药。等等，不必喊他过来。为何？夏竹是母亲的丫鬟，若是她过来瞧见我的伤势，转头必定会回禀老夫人。一点皮肉磕碰罢了，我不想惹母亲挂心担忧。再者，这伤本就不算严重，我可以自己涂药。把药给我吧。不是不愿让旁人知晓吗？那我蒙上眼，你告知我伤处位置，我来替你上药，总归比你自己侧身迁就方便稳妥。来，引我上药。劳烦相爷了。白色的是治磕碰瘀摧，绿色是治有破皮伤口的。你对症选药。往右3寸，往下2寸。弄疼你了？没有。这块淤血发硬，需要揉开散血，会有些疼，你忍着先。轻点儿，相神再轻一点。阿芷今日在府门口当众抱着南虚回殿，回夫人千真万确。瞧着相爷这回看来是真心把少夫人放在心上了，那我得赶紧过去看看。轻点儿，相爷再轻一点。这臭小子总算开窍了，就是不知道阿芷这旧疾还有没有机会调理痊愈。若是他身子能彻底好转，或许还能盼着府内多个小孙子。老夫人切莫心急，相爷当初九死一生捡回一条性命，能平安活着就已是天大的幸事。子嗣皆是缘分，只要相爷往后余生安稳幸福，才是头等要紧。你说的有理，不过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就算没有子嗣，小两口培养点感情不也挺好？快传我的话，院内所有下人2个时辰之内不准靠近这间寝殿。多谢相爷。你好好歇着，我还有公务待处理。相爷，我有个事情想请教一下你。有什么想说的，尽管开口。
今日听闻一件烦心事，倘若身边亲近之人藏了天大的要紧事，刻意瞒着另一方，相爷会如何处置？分人分事。那若是本就不算亲近，隐瞒的还是触犯律法、干系重大的错事呢？触碰底线的欺瞒，必然要付出相应代价。怎么反应这般大？莫不是身上哪里还疼，还是揣着什么忧心的事？南雪，若是你现在坦白，说出全部事情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牵连沈家上下，只首发当事之。没有，只是腰忽然疼了一下罢了。果然，他还是选择隐瞒。既然无事，便好生休养。南雨，只要你开口叫住我，我依旧可以宽宥沈家。只要你信我。他这般信任善待我，我却对害他性命的真凶闭口不提。若是日后真相败露，我又该怎么面对他？怎么面对待我如妻女的夫人？可一旦说出，沈家几百条人命都会被拖下水。沈婉容犯的错，不该让那些无辜的人陪葬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罢了，许是我强人所难，他终究不愿信我。相爷，他叫住我了，他愿意相信我。起来，好好的为何行如此大礼？此事是我有错，还请向阳容我跪下请罪。有话起身再说。我隐瞒实情，欺瞒相爷良久。之前给相爷汤药下药一事，从不是那丫鬟一人所为。真正动手谋划给您下毒的人，是我嫡妹沈婉容。我明知真相，却私心包庇沈家，一直刻意隐瞒欺骗您。可沈婉容犯错，沈家上下无辜族人不该被牵连获罪。今日我自愿前来请罪，所有罪责我一力承担，求相爷开恩，饶恕沈家满门老小。婉容犯下的过错，我愿意替她受所有责罚，任凭相爷处置。求相爷。所以你隐瞒这么久，就只是觉得我会迁怒沈家，你就这么不信任你的夫君？他纠结的不应该是案情吗？为何是我不信任他这件事？你我本是夫妻一体，你心里有顾虑有难处，大可直接同我说，不必独自煎熬隐瞒，更不必替别人揽下罪责。谢相爷体谅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沈婉容蓄意谋害朝廷重臣，我可以不追究沈家宗族罪责，但他必须交代清楚，从何处得来毒药材。至于你，罚你每日到我书房替我磨墨1个月，往后遇事不准再对我有所隐瞒，可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，谢相爷从轻发落。好生养伤，我还有些公务要处理，先走了。相爷别忙太晚。好。怎么了？推不开吗？难道房门被锁住了？会是谁锁了店门？不用想，多半是母亲。林嬷嬷素来向着她，方才府门口之事，定然已经传到母亲耳中。母亲怎么会？那相爷不是还有急事要处理吗？这房门打不开，我记得屋内后侧有窗户，不然相爷从窗户离开。你让我翻窗户？沈南月，我堂堂内阁首辅，在我自己夫人的寝殿，竟然要翻窗出行。相爷方才不是说还有公务急事要处理吗？再这般耗着，怕是会耽误朝堂要事。该死，方才为了脱身随口扯的公务理由，如今反倒被他堵得死死的。相爷不必多虑，翻窗只是权宜之计，院中此刻僻静，不会有人撞见，绝不会有损您丞相的威严体面。行，你说的都有理。那相爷既然要翻窗就出去，可否顺路吩咐下人过来，帮我把店门锁解开？这丫头胆子倒是越发大了，不光哄我翻窗，还敢顺势使唤我替她办事。哼，知道了，我会让人过来开锁。从前他待我处处疏离厌烦，可如今他好像真的没有那么排斥我了。或许我和他之间还有一丝缓和的余地，只是眼下还不能放松。沈婉容至究是隐患，铺子那边还没料理干净。若他再拿银钱生事，我与相爷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，定会再生隔阂。我得尽早去一趟铺子，断了沈婉容捞钱的路子。
我往后的日子才能真正安稳。姑娘今日过来是想买些布料衣裳。我今日来是要告知，这间铺子如今的东家是我，把近3月所有账本尽数取来，我要亲自核查。原来是新东家啊，只是铺面流水繁杂，旧账混乱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核对不清。不如照旧由我们打理，姑娘只坐等分红便可，免得费心劳神。仗着是老人才想着轻易糊弄我，若是从前的我早已真会被这番说辞哄住。账目混乱便逐笔清查，手下不从便尽数更替。我既然盘下这间铺子，便是全权主子，轮不到别人替我做主。下逐，取出对接底册，今日当众对账，但凡账目对不上，库存说不清，即刻换人。属下知错，一切听东家安排。往后铺面营收、采买、人事调度，皆由我全权定夺。每月月底账本必须准时送至我手中核查，不得拖延瞒报。好好做事，我自会按劳封赏，绝不薄待任何人。属下谨记东家吩咐。如今铺子实权尽数握在手中，沈婉容这条隐患也算彻底解决，总算能松一口气。而且有这份产业傍身，我也总算有了能在相府安稳立足的底气。夏竹，我们走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镇国相爷新娶的那位夫人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清白良家。我早听闻了，他先前举止轻浮，经常私下纠缠谢大人，两人怕是早就有染了。难怪听说相爷近来与他分房疏离，想来就是那沈氏行事不端。怎么会？那日相爷明明帮我护住了名声，为何现在还传出这般颠倒黑白的谣言？不止呢，听说那沈氏胸大如瓜，在府里走路都得2个丫鬟一左一右架着，说不准啊，就是靠着那儿去勾引的谢大人呢。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瞧着这贱丫头，胸长得这么招摇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安分东西。我警告你，沈南虚，再敢靠着这副狐媚身段招摇惹眼，我就撕烂你的衣服，丢到大街上去，让你这辈子都没法抬头见人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糟了，夫人不见了！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喊人分头寻找夫人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根本不是他们口中那般不堪，为什么总拿这个羞辱我？小美人儿生得这般丰腴，看着就让人心痒。跑什么跑？长这么惹眼的一副身子，不就是生来伺候男人的？谁能来救救我？沈南虚，沈南虚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来了，一切有我。相爷，你怎么会寻到这里来？我听闻坊间传你的谣言，心中放心不下，便来寻你。那相爷怕是也听见那些流言了。旁人说的未必全是假话，我从前确实与谢公子有过一段纠葛，再加上我这副身形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。南雨，身体发肤皆是天赐，堂堂正正，何须为此心生难堪，自我贬低？旁人嚼舌根不过是浅薄恶意，不值得你困在其中为难自己。何况我反倒心悦你这样的。相爷，您方才说的可是真心话？自然是真心话，在我眼中，你所有模样皆是最好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拿我的身形取笑我、羞辱我，那些画面夜夜入梦，我总觉得是自己的错，是我生的惹人才招来祸事，就连今日相中夫人随口几句闲话，都能轻易击溃我。是那些人浅薄恶毒，自始至终，错从不在你。
不必将旁人的龌龊恶意强加在自己身上折磨自己。我这般不堪，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？莫要在这般妄自菲薄。你是我明媒正娶、八抬大轿迎娶进门的妻子，我自然护你周全。原来是这样，也是。他是我的夫君，是当朝相爷。方才那些话，大抵只是他可怜我受了委屈，出于责任安抚我。还在纠结那些市井流言吗？你要知道，这世间尚有无数美好风物值得你奔赴，而不必困在旁人的恶言里，白白消耗自己。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去打坏人，替你讨回公道。等这件事了结，我带你去看四海山川，看遍世间美好。就算他对我所有温柔只是夫妻责任又如何？至少他此刻想要护着我的心意千真万确，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个坚定不移站在我身边为我撑腰的人啊！传闻果真，相爷真的常年躲在书房，不肯回正院。那还有假？就他那副身段样貌，相爷摆明了厌弃至极，不然怎么会半步都不愿靠近，日日避着他？竟然是因为我吗？怪我当初执意搬去书房，才落人口实，让他平白受了这么多委屈非议。谁说本相爷是刻意避嫌？相爷，本相爷与夫人分房，从未厌弃避嫌，是日前我言语唐突，行事莽撞，惹得夫人心生不悦，她不愿见我，我自当安分守礼，静待她消气。却不成想我夫妻二人闺中琐事，竟轮到尔等市井闲人妄加揣测，恶意编排。我夫人品行端正，心性澄澈，从无半分失德之举。倒是你们捕风捉影，捏造污秽流言，肆意诋毁朝廷命妇，该当何罪？相爷饶命，我等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乱说了，求相爷开恩。你们冒犯诋毁的是我夫人，该赔罪求原谅的人是他。夫人恕罪，我等都是市井渔妇，罪祟无知，一时糊涂，乱嚼舌根，求求夫人发善心，饶我们这一回吧。看着这群妇人也怪可怜的，只是随口闲话。沈夫人看着温柔和善，年纪又轻，定然心软，吓唬几句也就放过了。她一个年轻姑娘，面皮薄，心肠软，最怕旁人说她苛刻无情。我们这般哭求，她定然不好意思再追责。求夫人开恩饶恕，我等往后再也不敢多言半句。随口闲话，你们肆意捏造污秽谣言，企图毁我名节，辱我清白，这也叫随口闲话？我性情温和，不代表我懦弱可欺。你们借口舌之恶，肆意伤人，从未半分愧疚，只顾装可怜博同情，这般恶意，我绝不原谅。夫人饶命，我等知错，彻底知错了，求夫人开恩，我等再也不敢了，求夫人不要松管。既然闲来无事，喜欢道人是非，便去做些积德善事赎罪。你们即刻前往城外周棚，无偿施粥3日，以此洗刷口舌罪孽，算是从轻惩戒。相爷，施粥3日太过劳累，我等实在受不住啊！求相爷从轻发落。是啊，夫人，我们已知错，再也不敢多嘴了，何必如此折腾我们？我夫人宽厚，才与你们赎罪的活路。若不愿认罚，那就直接押送官府，按诽谤朝廷命妇重罪论处，牢狱惩戒，永不轻饶。我等遵命，一定按时施粥赎罪。记住今日惩戒。往后若再有谁敢妄议诋毁我夫人半句，尽数押至官府，以诽谤罪严惩不贷。流言虚妄，不必入心。有我在，无人可伤你、辱你。方才之事，可还委屈？有相爷这句话，便不委屈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府。
我本以为凭着这些流言，足以毁了你的名声，让萧墨枳心生芥蒂，对你冷淡疏离。只要你们夫妻离心，我便有可乘之机拉拢你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萧墨枳竟会当众护你，为你辟谣，不惜自曝夫妻私情，反倒将你们二人的关系越护越紧。沈南旭、萧墨枳，你们越是情深和睦，我便越要拆散你们。大人，计划失败，市井流言非但没能离间萧墨枳与沈南雨，反倒让二人当众同心，夫妻情分更进一层。所以，你费了那么多心思，除了让萧墨枳多了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，还做了什么？属下失职，请大人降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你这次也不是全无收获，至少帮我试探出了最关键的底细。沈南旭就是萧墨枳身上最致命的软肋，我可以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，寻合适时机抓捕沈南旭，以此要挟牵制萧墨枳。大人三思，我最了解沈南思的心性，他傲骨刚烈，若是强行抓捕胁迫，只会宁死不从。而且他医术卓绝有大用，我有十足把握劝服他归训于我。谢凌风，收起你的儿女情长，一个女人罢了，也值得你犹豫不决。让我放着明媒正娶的相府正妻不做，去做你不见天日的外室。他选萧墨时，不过是因为萧墨时有权有势。若我也走到那个位置，他会不会回头看我一眼？你若办好此事，吏部空缺主事一职便是你的。仕途再上一阶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若是办事不力，我即刻送你入大理寺，你的前程性命一步不保。属下遵命。殿下，需要派人紧盯谢凌风吗？不必，他的把柄攥在我手里，必然不会违抗命令。对了，之前给沈婉容送药的人处理干净了？回殿下，已经全部处理妥当，人证物证尽数销毁。很好。后续盯紧沈婉容，他若是露出破绽，直接灭口。属下遵令。皇兄，你坐在太子之位还是太久了。既然萧墨枳是你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，那我就碾碎他的软肋，一步步除掉你所有心腹羽翼。这大周储君之位，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母亲，南旭近日日日闷在府中，我怕他长此以往积郁成疾。正好我城郊有一处天然温泉别院，那里环境清幽僻静，我想带他出城散心，特意前来恳请母亲陪同我们一同前往。哦，我们杀伐决断、从不怜香惜玉的萧首府，如今也会为儿女私情上心，操心夫人心绪好坏了？既然这般疼惜他，你自己带他单独出城便是，何必特意拉上我这个老婆子碍事？有母亲在侧陪着，南旭不会拘谨不安。难得这冰块儿子学会处处体贴自家媳妇。行，我陪你们走一趟。正好借着这次机会，我得好好把南旭打扮一番。别院平静无人打扰，我就不信勾不住我这木头儿子的心。你明日一早在府门外等候我们便可。谢母亲成全。母亲，方才阿芷来找过我，打算明日带你去城郊温泉别院小住几日，全当好好放松。多谢相爷费心了。南旭近日不妨同我说几句心里话。墨枳性子冷硬，平日里忙于朝政，不善表达。这段时日相处下来，你心中究竟如何看待他？相爷为人正直沉稳，遇事周全，我向来敬重他。阿芷自小习惯把情绪藏在心底，不懂如何表露心意。此番出城小住，你也好好放宽心思，也多看看他不一样的一面。回头我让人送几身合适的衣裙首饰过来，女孩子家总要光鲜悦目一些。全听母亲安排。
瞧瞧某人，眼里都装不下旁人喽。娘，都收拾妥当了。谢哥哥最近怎么都不来找我了？难道又被外面的什么狐妹子勾走了魂？小姐，奴婢刚打听到一个消息，相爷带着家中一行人出城散心去了。什么？那个贱人抢了我的铺子，竟然还敢出去享乐！他一个剑术出身的，凭什么过得这般舒坦？我却要困在这府里受气！小姐息怒，小姐。其实沈夫人早前数次派人问询当初那送入相府药物的来历，瞧着像是很在意那药的来历。奴婢想着，若是小姐能说出那药的来历，说不准能将功补过，还能把之前的铺子要回来，日后行事也能顺遂许多啊！小姐，她一个剑术也配跟我谈？一间铺子而已，何须她沈南旭假好心施舍？可是小姐，沈夫人反复追问药源，想来那药物未必是寻常草药，怕是藏着隐患。若是一直隐瞒，闭嘴！不过是我随手找人买来的普通药物，能有什么隐患？他迫切想知道，不就是为了拿捏我的把柄吗？我凭什么非要如他的意？他不是想知道吗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他。春兰，等沈南旭回京，你立刻去替我传话，你就说当初那药是二皇子授意人送来给我的，是二皇子一早盯上了他沈南旭，想要暗中除他，我不过是顺手替人做事罢了。小姐，万万不可攀扯皇子，这可是滔天大祸！我就是要吓吓他，让他日日活在猜忌惶恐里，让他知道风光背后全是危机。我得不到的顺遂安逸，他也休想安稳度日。人人皆知二皇子温厚和善，和太子兄弟情深，萧墨只又一心站在太子那边。我称毒药是二皇子给我的，沈南溪定会私下去查探二皇子，而沈夫人私自打探皇子的事传入太子耳中，太子只会以为是萧墨只暗中倒向二皇子，对他生出嫌忌。就算萧墨只察觉异常主动询问，碍于太子和二皇子的兄弟情面，沈南溪也绝不敢如实告知真相。到那时，君臣猜忌，夫妻离心，他前路无路，后路无援，还不是任我拿捏？除非萧墨只早已知晓一切，甚至追查药源本就是萧墨只主动过问的，不然他只会落得孤立无援、无人庇护的下场。夫人、相爷、少夫人，别院房间已尽数收拾妥当。后院设有天然温泉汤池，诸位一路奔波劳累，歇息片刻，可自行前去泡汤舒缓疲惫。难得这般平静独处的好机会，正好借着温泉独处，给这两个孩子多制造些机缘。这一路长途颠簸，咱们一行人都累坏了。既然这边有天然温泉，待会儿都去泡一泡，松快筋骨，好好放松一番。南旭，一会儿陪母亲先去后院私汤泡一会儿。我瞧你近日神色疲乏，泡泡温泉最合适养身子。好，儿媳从前从未泡过天然温泉，正好陪着母亲散心。阿芷，你也趁着今晚空闲，一会儿也过来泡泡温泉。你体质偏寒，温泉日能养脉修身，正好调理一下身体。儿子无妨，不必特意泡汤。这孩子怎么是一个榆木脑袋？看不出来我专门给你们俩制造独处偶遇的机会，还敢给我推辞？身子是大事，你必须泡。这样，我和南旭先入汤泡浴，等我们这边结束，我专门让嬷嬷去换你，你再过来泡汤便是。遵命，母亲。原来杀伐决断的萧相爷，唯独在老夫人面前这般温顺乖巧，当真可爱。你们全部退下，守在别院外院即可。后院私汤区域不许任何人靠近打扰。走，南旭，咱们先去汤池。这山间晚风还是偏凉，南旭，我有些乏了，先回房歇息。好，母亲慢走。你即刻去前院寻相爷，就说汤池无人，让他速速过来泡汤。怎么会有人过来？老夫人不是已经离开，现下应当无人前来才对。
相爷，您怎么会过来？你胸口怎么缠着绷带？受伤了？怎么从未曾听你提起过？抱歉，我是怕你受伤，不是有意唐突。你胸口伤口，可否给我看看？不是受伤，这只是束胸带而已。抱歉，我方才心急了，以为你受了伤，没想到那么多。难怪我有时看他身形小巧纤弱，有时身姿明艳玲珑，原来是常年束胸遮掩身形。为何一直束胸？你可知女子长期束胸，如同旧时裹足，压迫胸腔血脉，阻碍身体发育，久了伤身胸闷，甚至会落下顽疾。女子身姿出挑，会被议论轻浮浪荡，不守妇道。我只能日日束紧身形，免得被人诟病闲话。旁人的闲言碎语本就不值一提，你无需迎合世俗眼光委屈自己。你的身子最是要紧，往后不准再束胸伤身。若是你不顾身体依旧束胸，那我便日日监督你。相爷，你要监督什么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南希，你别误会，我绝非轻薄浪荡之意。我只是不希望你困在世俗流言里，委屈束缚自己，困住自己的一生。我明白的，多谢相爷体恤关心，我记下了。夜色不早，我先回厢房歇息了。相爷慢慢泡汤放松，早些歇息。路上小心。你无需迎合世俗眼光委屈自己，你的身子最是要紧。今日不必穿戴这个，取那件淡色襦裙与我。是。原来卸下束胸，他身形竟这般出挑夺目。南旭，昨晚后院温泉泡着可还舒服？一切都安好，多谢母亲费心挂念。南旭看着波澜不惊，可我这呆板儿子分明已经彻底动心失神啊！这下必须再加一把火，推他们一把。老夫人，您看今日天气正好，一家人又尽数齐聚别院。平日里府中琐事、朝堂公务缠身，咱们许久没能好好团聚。依奴婢看，不如今晚置办一席团圆家宴，一家人欢聚吃顿便饭，热闹一番。说得有理，难得一家人都在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今晚摆一席团圆家宴，大家欢聚放松一番。晚间宴席，去把我弟窖珍藏的花果酿取上来。我今日身子有些不耐受，头昏乏力，先行回厢房休息。你们两个慢慢留下来用餐，旁人也全部退下，勿要打扰。这最后一块桂花糕，给相爷你吃。骗你的，最后一块桂花糕归我了。可是，我也想吃。小心！你长得真好看，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好看。那，你是喜欢我这般模样？长得这么好看的人，怎么可以抢我的桂花糕？谁让你吃我的桂花糕？给我吐出来！那你自己来找。那要怎么找？你试试用嘴。
相爷，夜里风凉，夫人让我给二位送披风。太好了，相爷终于开窍了，我得速速回禀夫人。啊！糟了，我方才竟然主动轻薄了相爷。跑什么？亲了就想不负责任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方才是酒意上头。可我是故意的。相爷，夫人，想不想要？我听闻相爷身子孱弱，素来是不行的。是谁告诉你的？世人传言全然是假。夫人，现在还觉得为夫不行？方才竟是一场春梦。夫人，你醒了吗？进来。这天气越发燥热了，夫人一早醒来，竟出了满头的汗。下烛。莫非他也？不可能，他旧伤未愈，素来清心寡欲，定是我胡思乱想了。夏竹，昨夜是你搀我回房的吗？不是啊，夫人，昨夜是相爷亲自抱着您回房的，一路小心翼翼，生怕惊扰了您。当真？那我昨夜有没有失礼胡闹？这个啊，相爷把您轻轻放在床上，您醒着半分神智，死死抓着相爷的衣袖不肯松手，一口一声软糯的夫君，叫得相爷耳根脸颊通红，站在床边迟迟舍不得走呢。夏竹，不许胡说。难道昨夜不是梦吗？可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了分寸？我究竟有没有真的亲上他，逾矩到底？醒了，头还晕吗？相爷，昨夜我醉酒后，到底有没有胡闹过分？昨夜你醉酒失态，闹了些许小脾气而已，并无大碍。难道真的只是我做的一场春梦？可触感、温度、心跳明明那般真实。夫人，不好了！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成衣铺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昨日从咱们铺子里买新衣的客人，夜里突发浑身红肿过敏，如今那人躺在铺子门口，说咱们的衣裳有毒，害人性命。我的夫君啊！你好好一个人，就因为买了这黑心铺子的衣裳，一夜之间就没了性命，这可让我怎么活呀？怪不得昨夜听说有人重症昏厥，原来是穿了他家衣服死人了。看着干干净净的铺子，没想到如此黑心，用料歹毒，害人性命，太吓人了！还好我没订他家新衣，这简直是谋财害命！各位乡亲误会了，我们铺子用料向来干净合规，绝无有毒面料，不可能害人。误会！我夫君好好的人，穿了你们的新衣，当晚就高热红肿，窒息暴毙，人都没了，你还敢狡辩？今日这事儿绝无私了余地，必须报官查办！报官查封铺子！空谈无凭，人命关天之事，我绝不会推诿躲避，但也绝不背无妄黑锅。你就是这黑心掌柜，还我夫君性命！你草菅人命，黑心谋利，我要告你蓄意害命！
我沈南须开铺经商，向来选材严苛，工序严谨，所有面料皆是合规上等布料，从未出过致命害人的问题。面料没问题，那我商圈为何暴毙？人都死在你家衣裳上，你还敢狡辩？总得给个说法。我不跟你废话半句，我要让官府把你捉拿归案，查封你的黑店，定你死罪。对啊，人都没了，岂能容他狡辩？赶紧抓起来查办，封了这害人的黑度。你别想着给钱私了，我只要公道。你这种草菅人命的黑心商户，不配留在京城经商。今日有必要告到衙司，将你收押入狱，从严定罪。方才他口口声声要报官，我以为只是丧夫之痛的激嫩之举，可眼下他步步紧逼，字字句句都要将我送入官府，根本不提赔偿之事。这不像讨公道，倒像是冲着我来。难道有人蓄意设局？我略通医术，可当场查验死者死因。若是我家一无所致，我甘愿赔命伏法；若不是，还请各位乡亲为我作证，还我铺子清白。不行，我夫君一事，岂能随意触碰尸身，惊扰逝者安息？你根本就是想胡乱查验，遮掩罪责。既然问心无愧，为何不敢查验？你阻拦查因，莫非是心中有鬼？查，赶紧查！我看他就是自知理亏，想耍花样拖延。对，人都死透了，查验只能坐实他的罪责，看他还能嘴硬到几时？别让他找借口，今日必须查清楚，让这黑心掌柜认罪伏法。罢了，为了给我夫君讨回公道，便任由你查。我倒要看看你今日如何不狡辩。果然是这样。查完了，无话可说了吧？就是你家衣裳害人，我夫君白白惨死，你今日必须偿命，封掉你这害人黑铺。认罪，赔钱，封店。需要我出手镇场？不必，相爷，再等我3息。你害死我夫君，草菅人命，铁证如山。今日就算相爷在此，也护不住你这黑心凶手。2，拖延无用，今日全城百姓都看着，你罪责难逃，坐等官府抓人定罪吧。1。伯娘，那个女掌柜被抓起来了没有？这装死的活儿也太累人了。闭嘴！你胡说什么？赶紧躺下！你还病着！病着？你口口声声说他是穿我家成衣毒发暴病，又为何现在神志清醒开口说话？难道是你们2人故意串通演戏，伪造命案，就为了污蔑我的店子，售卖毒医，草菅人命？原来是做局骗人，两人合伙演戏，再造老板娘。官爷，就是此处。何人报案？把事情原委如实道来。下官参见相爷，不知相爷在此，多有失礼。官爷，是我派人报案，这位妇人控诉我铺子衣物害人，致使其夫君暴病。方才当众查验之时，此人所谓的亡夫自行苏醒开口，2人串通演戏，伪造人命案件，蓄意散布谣言，污蔑我商铺售卖毒医。明白了，勾结他人伪造命案，诬告商户，依规当即拿下，带回衙门严刑审讯彻查。不是我，是有人指使我的，放开我！对不起啊，老板娘，是我们盲目起哄，误会你了，委屈你受委屈了。诸位乡亲无妨，诸位今日也只是眼见人命惨状，心存侧脸，才被流言蒙蔽，本心都是好意。正好我也想趁此机会跟大家宣传，今后流云铺每一件成衣都会设立专属成衣印记，作为独有防伪标记。往后若是大家买到劣质面料、做工残缺、面料过敏的成衣，可直接到衙门报备，流云铺全权配合官府核查，全额负责。好，我们以后认准流云成衣铺。临危不乱，
借力翻盘，还顺势稳固商铺名声，你倒是心思玲珑。多谢香爷夸赞，只是这件事，我心里始终放不下，处处透着怪异。此话怎讲？寻常市井闹事，无非图财，可这二人自始至终半句赔付都不提，只念把我送入官府大牢。我想不通，他们费尽心思，非要把我关进牢里，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件事我会查，你也不必太过忧心。从今日起，我加派贴身暗卫，全千会助你起居相防，寸步不离，护你周全。也好，有劳相爷。有趣，居然有人私下出手陷害沈南虚的铺子。看来这京城之中厌恶他的人从来不止我一个。既然有人暗地里针对他，我为何不顺水推舟添一把火？这里面写着之前沈南虚询问那药的来源，既然他回了相府，正好把这封信送过去。奴婢这就送去。等等，不，等到傍晚夜深，再送去沈南喜院落。夜深人静，本就是人心最浮躁敏感的时候。我要是在这个时候告诉他，他必会纠结内耗，辗转难眠，让他夜夜心惊胆战，不得安宁。这才是我最想看的。借着官府抓人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办不好，我要你何用？大人恕罪，属下知错，求大人再饶恕属下一次，属下必定办妥此事。罢了，既然明面抓捕行不通，那就弃掉明旗，换暗处行事。今晚直接派人掳走沈南虚，他带到此处，今晚之内，我必须见到他。属下领命，今夜必定完成任务。姑娘，沈二小姐的丫鬟送来一封信，特意叮嘱交于您手中。怎么会？下药毒害萧墨枳的人，竟然是当朝二皇子！这消息未免太过荒诞，不会是沈婉容故意捏造骗我？可沈婉容虽然恨我，但她素来眼界浅薄，绝没有胆量去编造这种杀头的皇室秘闻。可倘若信上说的是真的，一切就都说不通了。世人皆知太子与二皇子自幼手足情深，萧墨枳又是太子最信任的心腹好友，二皇子若要暗算他，便是亲手折断自家兄弟的羽翼，于情于理，这都说不通。除非这么多年，他和太子兄友弟折的模样全都是装的，他一直潜伏蛰伏，暗藏祸心。不行，我得去告诉萧墨枳，他一定要警惕这个人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刺客？可有伤到哪里？查验尸体，卡清这批死尸的来路，隶属市里。是，主子。回主子，这批死尸无任何身份象征，是典型的私讯死尸，行事风格阴狠，只怕是只受命于权贵。今日在城中，可有什么权贵找你麻烦？萧墨枳，我不确定是不是，但我有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测。方才沈婉容派人给我送来密信，信上说，当初设计下药暗算你的幕后之人，极有可能是当朝二皇子。我原本觉得难以置信，朝野皆知他与太子兄友弟陈，你是太子心腹，他没有理由针对你。可我刚刚突然想到，说他与太子这么多年的兄弟情深，全是他伪装出来的呢。若是二皇子真的与下药一案有关，那他蛰伏多年，伪装兄弟和睦，背后定然藏着更大的朝纲图谋，甚至极有可能和我前年奉旨出使边境，
半路遭遇埋伏刺杀的旧案息息相关。没错，现在想来，白日我的店铺出现毒医风波，而今夜派人强行抓捕我，也很可能是白日计谋失败才出此下策。原来如此，近日你所有祸事，竟然全都是因我而起。我若继续与他来往亲近，只会让他源源不断卷入朝堂纷争，身陷生死险境。夜深路重，今夜惊吓到你了，你先回院落好好休息。剩下的事情，交由我和暗卫调查处理即可，你往后不必深究。萧墨纸，回去休息，万事有我。方才明明还在担心我的安危，怎么转瞬之间就对我这般冷淡疏离？难道是我说错了什么？他行事素来有分寸，今日反常定然事出有因。左右明日，我备好他素日爱吃的清茶点心，好好问问缘由，说不准便能化解这份隔阂。萧墨纸，我看你近日忙于公务，不曾好好用膳，做了你爱吃的云片糕，我想同你好好聊聊，昨夜为何这般冷淡对我？是我说错了。沈姑娘，不必多费心思。你我心里都清楚，我们不过是奉旨捆绑的名义夫妻，本就无半分情分，往后院内相处也该恪守界限，保持距离，不必特意过来送这些东西。萧墨纸，我无事便出去，不要再次打扰我处理公务。是我逾矩了，不该自作多情打扰大人，我这就走。他是哭了吗？不行，我不能靠近他，我不能害他卷入朝堂祸事之中。走路都不稳，往后安分待在自己院落，少随意走动，更不要来我书房。只有我绝情到底，他才能远离朝堂纷争，平安活下去。不对劲，萧墨纸绝对不对劲。方才他出手扶我，眼神里的慌乱和心疼骗不了人。他一定被什么事情束缚逼迫，才刻意狠心疏连我。萧墨纸所有的冷漠，全是从昨夜别院死士刺杀过后开始的。难道他的疏远真的和二皇子的阴谋有关？是怕我卷入纷争，遭遇不测？可若是仅仅为了护我，为何不肯坦诚相告，反倒用最伤人的方式逼我远离？我必须找一个稳妥的办法，试探出他的真实想法。若有一种香能让人卸下防备，放下心防，在不知不觉中说出真话，那该多好。以薄荷、檀香、合欢花为主，辅以微量曼陀罗子。夫人，您这是调配的什么香薰？是有什么用处吗？只是一味安神放松的草药香，药性温和，可以让人放松心神，放下防范。香已经配好了，可该让谁去试探萧墨纸？他心思缜密，寻常人靠近他必然会起疑，得找一个他完全不会防备的人才行。这不就有一个很好的人选吗？待会儿你持我令牌去母亲院中传话，我有要事恳请母亲相助，且叮嘱母亲务必保密，配合我演这一场戏。我知晓阿芷性子执拗，凡事习惯独自扛下所有。你放心，母亲帮你。多谢母亲。
去，请阿芷过来一趟，就说我想与他说几句话。母亲唤儿臣前来，可是有事吩咐？我只是近日听闻你与南旭院中闹了不少矛盾，可是当真？只是一些琐事，母妃不必挂心。可南旭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是和你相守一生的人，何必这般冷淡疏离？母亲，儿臣并非刻意冷淡他，儿臣只是怕他会因我死于非命。朝堂风浪无孔不入，暗藏杀机，稍有不慎，他就会因我卷入朝堂纷争，成了旁人用来制衡我的棋子。那你自己呢？把他推开，你就不难过了？可与其让他陪我身陷险境，日日惊惧，我宁愿他恨我，远离我。只要他彻底与我割裂关系，便能彻底脱身纷争，平安活下去。他所谓的护我，从来都是自以为是。他从未问过我愿不愿意共担，只凭一己之念替我做好选择，还要冠上为我好的名头。我想起我还有一个东西要给你，你在这儿等我取来。相爷真是好算计，一口一个为我周全，实则最是自私凉薄。你何时在此？我若是不在这儿，是不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相爷心里是这样看我的？原来在相爷心里，我沈南希就是一个贪生怕死、只会拖赖旁人、经不起半点风波的弱女子。你既已全部听从，就该安分守己，别几时被抓了，还要害我分出心思去救你。既然相爷这般不信任我，那不如我们就此和离。我即刻回院写下和离书，从此你我两清，互不牵绊。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我何时说过我不信任你，要与你和离？相爷字字句句皆是嫌弃我累赘，如今我主动求娶，反倒不肯应允。萧墨枳，你这般前后矛盾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南希，我们不和离，好不好？永远都不和离。原来你也有荒唐的时候，早知今日，何必把我推开那么远？萧墨枳，我可以不提和离，但我要你记住，人与人之间最伤人的，从不是风雨磨难，而是自以为是的为你好。你可以护我、惜我，为我挡尽风雨，但你永远没有资格擅自替我选择人生。我沈南希的人生，我自己说了算，不需要任何人擅自替我做出决定。这世间最荒唐的深情，就是你披着保护的外衣，亲手推开最想相守的人，还要自我感动。是我错了，往后再也不会这般自作主张，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光嘴上认错可不算，从今往后，你必须事事听我，件件依我。我让你往东，你绝不能往西，你可同意？你这丫头胆子越发大了，如今竟连我都敢随意使唤了。怎么相爷不愿？不愿的话，那和离之事依旧作数。愿意都愿意，全听夫人吩咐，往后夫人说什么便是什么。说正事，眼下朝堂局势具体如何？近日我暗中彻查连日朝堂异动，还有昨夜的刺杀踪迹，你的猜测多半属实。二皇子早已暗中布局，蓄谋已久，不只是朝堂势力渗透，我查到蛛丝马迹，他私底下极有可能已经暗中勾结外邦，暗自达成联盟，意图内外夹击，夺权篡位。既然他暗处布局，想抓住我要挟你，那我们为何不顺势陪他好好演一出大戏？我不同意，别的事我皆可依你，唯独这件事不行，我绝不可能让你去涉险作饵。萧墨枳，我算是彻底看清你了，你这些日子对我冷漠疏弱，竟然是为了纳妾抬新人进门。
我便把话撂在这儿，有我在，就断然没有新人进门的道理。你还要任性到何时？整日胡思乱想，捕风捉影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任性？既然你处处看我不顺眼，那这日子我不陪你过了。万事小心，莫要逞强。我要回娘家，从此以后你我各不相干。夫人，不好了！相爷与夫人不知为何骤然大吵一架，屋内器物都砸碎了。少夫人直接拂袖离去，看着像是要回娘家。什么？方才二人明明已经说开和解，怎么转眼就吵到要回娘家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看看。南雨，我的好孩子，到底出了何事？方才你们二人明明好好说开了。怎么转眼闹到这般地步，还要回娘家？老母亲挂心了，只是相爷这些日子对我冷漠疏离，竟是为了纳妾。他这般三心二意、独断专行，我实在心力交瘁，不愿再耗下去了。纳妾？这混小子竟敢生出这种荒唐心思！南旭，你莫委屈，这事儿有母亲给你撑腰，有我在，他休想抬任何人进门。母亲心意我知晓，也感激母亲疼我，只是我此番去意已决，还望母亲莫要再阻拦。这又是闹哪一处啊？自己身子什么情况不清楚吗？压根儿行不通，还敢动纳妾的心思，这不是瞎折腾，气走我好好的儿媳妇吗？去，给我取鞭子来！今日我非要狠狠打死这个兔崽子不可！大人，传言今日萧墨只与沈南一大吵决裂，沈南一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娘家。哦，他夫妻二人素来和睦，怎么会突然闹到决裂回娘家的地步？听说是因为萧墨只要纳妾，沈南须忍无可忍，闹了一场，直接回了娘家。此时还激怒萧夫人，不惜对萧墨只动用家法鞭打。这么巧，我方才还在盘算如何抓住沈南旭，转眼他就被气得回沈家。你就不怕这是萧墨制设的局？大人放心，若是假意演戏，绝不会让萧夫人气到动家法，自损世家体面。此事十有八九是真。也是，萧墨只性格高傲，若是并无纳妾一事，他绝不可能任由母亲当众惩治自己。这般看来，二人应当是真生了隔阂。你即刻前往沈家，亲自试探沈南旭。若是他当真对萧墨者寒心，你便趁机拉拢他；若是不能，便借机除之。属下遵命。哟，堂堂相府夫人，怎么好好的相府待不住，灰头土脸跑回娘家躲清静了？你费尽心思拴住萧墨纸又如何？到头来还不是留不住人心？依我看，你这个正妻之位，迟早要被他彻底休弃。我与相爷分分合合，终归有过相守情谊。倒是妹妹，可偏偏最想得到的人，好像从来都没对你动过半点真心呢。你少在这里嘴硬撑场面！你如今被夫君冷落落魄至此，有什么底气嘲讽我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和谢哥哥定下婚约，不日便大婚成婚。而你，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弃妇，这辈子都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真是愚蠢可笑！旁人少家示好便信以为真，全然不知谢凌风本性凉薄，答应娶你不过是图谋沈家势力罢了。沈夫人，谢公子此刻正在府外求见沈大小姐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，肯定是下人听错了。平日里府中都唤我沈大小姐，定是下人混淆，把寻我的错听成寻他的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既然谢公子登门拜访，那就请进来吧。沈南希，你少在这里得意，你不过是个失势的弃妇，谢哥哥怎么可能来找你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婉容，你怎么站在这儿？也不知多添件衣裳。谢哥哥，你今日是来找我的，对不对？傻瓜，我本来就是专门来寻你的。今日得空，便想着带你出去挑选婚嫁首饰。既是寻我，为何不直接去往我院中，反倒先来这边？只是进府时突然想起，早前有件私人物品暂放在沈大小姐这里，需要取回，便顺路先过来了结这点小事。原来是这样，倒是我多想了。外头风大，你先乖乖回院，
换一身厚实的衣裳等我。我把事情办完就去找你，好吧？好。春兰，你在此处给我盯着他们，但凡有半点异样动静，即刻回院向我禀报。是。才短短一段时日未见，你怎会憔悴成这般模样？莫非在相府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？鱼儿上钩了。从前我天真愚笨，以为真心待人便能换得真心相待，如今才知，所有温柔皆是假象。萧墨只信性凉薄无情，执意要纳妾新人，全然不顾我正气脸面。我真后悔当初一时心软嫁给了他。看来二人决裂一事定然属实。你这般温柔通透，是萧墨只不识好歹，不值得你如此伤怀。你如今困在府中，只会胡思乱想。城郊有一座古寺，若是不嫌弃，明日我带你去走走，散散心，也好消解心中烦闷。那多谢公子体恤。好戏开场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不长眼的奴才，慌慌张张闯进来做什么？敢毁了我的妆容！小姐饶命！是奴婢听到谢公子约了沈夫人，明日单独带她去清风寺散心，才一时慌张。贱人，刚和萧墨只闹掰，转头就勾引我谢哥哥，我绝不会让他如愿。既然他明日执意要去古寺私会，那我便亲自带人跟上，当众抓他现行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，他沈南一就是不守妇道、私会外男的浪荡弃妇，让他彻底身败名裂。你即刻下去，备好随从人手，明日一早随我一去清风寺。是，奴婢立刻去办。大人，沈南旭与萧墨只决裂一事全然坐实，已答应明日与我同去清风寺散心。他答应的这么干脆？是，他如今心灰意冷，正是最脆弱的时候。只要大人肯给他一条退路，他未必不会归顺我们。既然如此，明日我亲自去会会他。你把他带到古寺后院的静室，我要单独与他面谈。属下遵命。如果他愿意归顺，我们提前安排杀手假意刺杀萧墨直，让沈南希出手救下萧墨直。这份救命之恩能彻底打消萧墨直的戒备。等他获取信任，便可偷偷将通敌密信藏进萧墨直书房，一举定他死罪。大人，此计绝妙，环环相扣，滴水不漏。别高兴得太早。若是他执意不肯归顺，当场控住他，以他性命逼萧墨直自裁。萧墨直不从，便直接处死沈南旭，伪造被萧墨直灭口的假象，定死他谋逆罪名。大人，或许属下可以再劝劝他。谢凌风，你记住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一个女人而已，你若放不下，就别想走得更远。属下明白了。别动。相爷怎么来了？太子那边我已经通了消息，他信了二皇子的嫌疑，拨了一队亲卫给我。这几日我一直在暗中收集他的罪证，目前已经有些眉目了，但还差确凿的证据，不足以定他死罪。恰巧今日谢林峰约我明日单独前往清风寺见面散心，我怀疑这背后是二皇子授意的。他选在此时见我，多半是想尝试拉拢我归顺于他。我想明日赴约，看能不能趁机找到确凿的证据。不行，二皇子心思阴狠狡诈，城府极深。你孤身一人前去赴约，无异于以身涉险，我绝不赞同。可我不是还有你吗？有夫君在，总不会让我受伤的吧？他叫我夫君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万一二皇子那边设了伏。南旭，
你赢了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要答应我，若有任何异状，必须先保全自己。这个你拿着，遇到危机情况就按动它，我会立马带人进来。还有，我在外面等你一炷香的时间，如果一炷香内你没有消息，也没有出来，我就直接带人强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南旭，等这场风波了结，我想和你岁岁年年长相厮守，你可愿意？那得看相爷往后的表现了。时间到了，我得走了。相爷，翻窗翻得越来越熟练了呢，看来当初劝他翻窗那回也不是全无好处。走吧。沈婉容，你害我这么多次，这一次我借你用一用。果真单独同乘一车，今日定要抓牢二人私会的把柄，让沈南旭彻底颜面扫地。跟上去！今日我定要抓牢证据，当众撕破他狐媚虚伪的面庞。听说这寺里有一位大师解签吉灵，夫人既然来了，不如去拜一拜。夫人请进，大师就在里面等候。谢凌风，沈夫人，久仰大名。二皇子，你怎么会在此处？沈夫人不必紧张，今日请你来此，是想和夫人谈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合作。殿下的意思是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看得出萧墨只护不住你，他给你的只有束缚危机，我却能给你更好的前程。况且，你不是一直想为你母亲证明，摆脱沈家入你的家辖吗？他竟连我母亲的旧事都查得一清二楚。二皇子这人远比我想象中更加阴狠缜密。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妇人，又能帮殿下做什么呢？你只需替我留意萧墨直的动向，顺便替我放些东西到他书房里就行。可此事凶险万分，一旦败露，我绝无生路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。我暗中经营朝堂多年，早已与外邦势力达成默契，手中筹码与势力远非你所见这般单薄。只要你肯真心助我，我登基之日，便是你母亲追封诰命之时。我原先只当他不过是觊觎太子之位，万万没想到，他早已勾结外邦，打算弑君篡位，颠覆整个大齐江山。殿下此言可是认真的？自然认真。你若愿意信我，我自然不会负你。但你若是存着别的心思，那我也只好另做打算了。沈夫人，谈判最忌心不诚，你想要什么可以好好说，何必用这种东西？殿下误会了，这不过是我随身带着的一件小玩意儿，平日用来安神的。我心中慌乱，总习惯攥着它，并非有意瞒着殿下什么。安神的小玩意儿倒是个精巧的东西。看来夫人是把我当成无知小儿了，不打算好好谈了。既然你不肯归顺，那就不能活着离开这里了。你死了，正好可以嫁祸到萧墨枳身上。沈南旭，你这贱人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勾引大男人。
是不是？给我抓住这个奸夫！我倒要看看你是哪个不要脸的货色！青天白日遮遮掩掩，装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二皇子，沈二小姐，好大的火气！不是，我不知道是殿下，我以为……既然你们已经看见了，那就不能留活口了。殿下，救我！求殿下救救我！皇帝，这是要去哪儿？你们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可笑！就算你们算计成功又如何？方才屋内谈话没有别人佐证，你们拿不出半份实物罪证，单凭几句口头空谈，休想定我谋逆重罪！是吗？单陈空谈自然不足为凭，但若是所有密谋尽数落入朕的耳中，又该当何论？父皇，儿臣一时糊涂，只是随口妄言，绝不敢生出悖逆之心，皆是一时气话，求父皇明察，饶恕儿臣。启禀圣上，此为臣多方追查搜集所得证据，内含二皇子暗中联络外邦的密信，私自豢养死士，挪用国库，培植势力全部记录。另有谢灵峰受其指使，暗中下毒谋害微臣的人证物证，桩桩件件，铁证如山。父皇，纯属污蔑，这些都是他萧墨只刻意伪造的罪证，儿臣从未私通外邦，更无谋逆之心，是他刻意构陷儿臣。逆子，朕待你向来宽厚纵容，从不过问你的私行，你却野心滔天，私通外邦，谋朝篡位，意图颠覆大齐江山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一时被野心蒙蔽心智，一时糊涂，求父皇开恩，饶儿臣一命。儿臣日后必定安分守己，绝不敢再生异心。来人，废除二皇子皇子身份，撤除一切爵位职权，打入天牢终生囚禁，永世不得出。其私党余孽，即刻下令全境清查，一一捉拿审问，从严处置。我明明只是想来抓沈南荣私会，毁他名声，夺他风光，怎么会撞破皇子谋逆大案？谢灵峰依附逆皇子，甘愿充当爪牙，蓄意谋害朝廷重臣，助纣为虐，罪加一等，革去所有官职，流放3000里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归朝。沈南虚，我走到今日这一步，全都是因为你。若不是你当年拒婚，若不是你执意嫁入萧家，我何至于此？谢灵峰，你说错了，你走到今日这一步，从来不是因为别人，只因为你这个人从根子上就是烂的。你一边贪图沈婉容的家世助力，一边想让我做你的外室。你嘴上说着念我爱我，手上却在帮二皇子筹谋夺嫡。你从头到尾爱的只有你自己，少拿我做你堕落的借口。你说我当年拒婚，可你别忘了，是你先背弃了婚约，是你和沈婉容暗通所指，是你们联手把我送上了花轿。今日所有苦果，都是你亲手种下的因。谢哥哥，他方才说什么？说他走到今日这一步，都是因为南树。可他说过最爱的人是我，说娶我是真心实意。难道那些话全是在骗我？
他从来没有真心待过我，我做的一切，害的一切，在他眼里不过是利用罢了。沈婉容，圣上饶命！臣女先前一无所知，只是一时妒火攻心，贸然闯入，从未参与任何谋逆之事，求圣上开恩。你虽无通逆谋府之罪，但心胸狭隘，屡次寻衅构陷他人，罚你即日起送去城外静安寺落发为尼，终生不得踏出寺门半步，日夜诵经，替你满身罪业赎过。臣女遵旨。身世难遇，明知入局凶险，仍甘愿以身为饵，但实心智过人，协助朝廷破获谋逆大案，有功于社稷。传朕旨意，沈南树智勇有功，特封安善郡主，赏赐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良田1000亩，商铺4间，赐郡主1丈，俸禄比照宗室长公主，择日入宫领册谢恩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听说你让他一个人去见的二皇子。萧墨直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儿媳一个弱女子，你忍心让她孤身去做诱饵？你眼里到底有没有她？母亲，那是南旭自己的主意。他出的主意你就同意？你怎么不拦着？我让你同意，我让你让他去冒险，你枉我日日盼你待他好，你就是这么待我儿媳的。娘，你下次再敢让他去冒险，我把你腿打断。娘，他这不是平安回来了，而且我回来了，万一没回来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母亲，是我执意要去，您别怪他了。你就护着他吧，迟早有一天被他卖了还替他数钱，往后这种事儿不许再干了。他要是再敢让你去冒险，你来找我，我替你收拾他。好。别动。母亲，其实相爷也挺周全的，前几天晚上还特意拿着刀背架在我脖子上，说是要试探我的反应力，看看我遇到危险时够不够镇定呢。哦，拿刀架在你脖子上，好得很，出息了，学会欺负媳妇儿了。那你现在就跟我去院子里站着去，站到天黑。行，这么玩是吧？萧墨直，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不是要罚我吗？反正祸是你闯的，别想一个人看热闹。你快放我下来，我才不要跟你一起罚。安分点，别动。萧墨直，你要做什么？难不成当着我的面还要欺负你媳妇儿？母亲不是想要抱个孙子吗？我带着你儿媳妇去好好努力一番。刚才他说什么？要给我抱孙子？相爷这话分明是暗示他身子好了。老天保佑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抱孙儿，原来他身子早就恢复好了，太好了。故意在母亲面前告我的状，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谁让你先前故意拿刀背吓我？等等，你刚刚同母亲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给他抱孙子？有一件事，我瞒了你许久。当年出使身受重伤是真，但伤机根本无法人道是假。可你若是想隐藏伤势，也没必要任由这种荒唐流言到处流传啊！我还真以为早年我与太子年少交好，他素来爱同我玩笑打趣，一时顽劣，故意让太医诊断这番话，本是用来捉弄我的玩笑，谁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成了满城皆知的流言。恰好我当时正在暗中追查朝中内奸，一个残疾的首辅，在某些人眼里便不再是威胁了。那我准备给你调养身子的药，岂不是都用不上了？哦，谁说无用？正好留着，日后怕你求饶的时候还能派上用场。等等，别，现在还是白天，不行。